在以乌克兰局势为主题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的国家不该充当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带。对于到底能不能加入北约，泽连斯基还要求北约给个准信。与此同时，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一再表示俄罗斯随时都会进攻乌克兰，泽连斯基呼吁停止这种说法，因为这不是在帮助乌克兰。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视频参会时表示，当前各方需要做的是切实负起责任，为和平而努力，而不是一味推高紧张、制造恐慌，甚至渲染战争。所有国家的主权都应尊重，乌克兰也不例外。俄乌边境局势日趋紧张之际，美国、北约、欧洲和乌克兰政要齐聚德国，召开第58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作为当事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时间周六出席了会议。他在接受采访的一开始，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Can I ask you just a second? I think cyber attack. Can I have another one for translation? Yes. But maybe you see, can Russia's understand not me. here, but they're here. 接着，泽连斯基在约20分钟的演讲表示，即使没有西方的支持，乌克兰也将奋战到底。We equally appreciate the support, but everyone needs to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not some kind of donation Ukraine should be reminding of begging for. This is not just a broad gesture that Ukraine should be bowing down for. This is your contribution into the European.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始终充当着欧洲的盾牌，但不可能永远作为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带。Ukraine has been serving as a shield for 8 years now, a reliable shield, holding back one of the largest armies in the world. That same army which is now poised on the Ukrainian, not EU member states' borders. And the missiles were flying into the Mariupol, not the European cities. 演讲中，泽连斯基还向北约喊话，对于乌克兰究竟有没有加入北约的希望，要求对方给个准信儿。Since 2014, Russia is convincing everyone that this was an erroneous path for Ukraine, that no one is waiting for us in Europe. Isn't it Europe that should be saying and proving them wrong? Isn't it Europe who should be saying today that our citizen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Ukraine joining the Union? Why are we avoiding this question? Doesn't Ukraine deserve to have direct and frank answers? 不过，泽连斯基同时也强调，当前俄乌边境局势十分紧张，但假如乌克兰对挑衅进行回击，那将导致更大的风险。因此，乌克兰民众必须保持冷静。由于近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持续渲染俄罗斯要所谓侵略乌克兰，恐慌情绪持续在乌蔓延，大量富豪、企业家、政府官员、议会议员纷纷包机离开乌克兰，外国投资者和资金也不断撤出乌克兰，严重打击了正缓慢复苏的经济，社会低迷。当地民众担心乌克兰成为第二个阿富汗。为此，泽连斯基呼吁西方给予乌克兰更大支持，停止对俄罗斯的绥靖政策，并要求西方对俄实施有效的预防性制裁。他还向俄总统普京发出呼吁，称希望进行两人会面，寻求解决乌克兰危机。而针对美国总统拜登一再坚称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说法，泽连斯基表示，这根本不是真的在帮助乌克兰。You're being told that tomorrow the war will happen, tomorrow the advance will happen. It means crushing national currency, money being taken out, business flying out. Can you live in that kind of country? Can you have a stability in that kind of country? No. We want to live day after day and protect our country. If you want to help us, we have lots of examples. Apart from this information, there are a lot of very concrete things. Strengthen our arm, give us more armaments.Strengthen our economy, invest in our country, bring your business in. 当天，泽连斯基还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德国总理舒尔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举行会谈。在出席会议后，泽连斯基立即返回乌克兰，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电话会晤。由于俄乌紧张局势悬而未决，泽连斯基此时离开乌克兰，令不少西方国家感到意外。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就曾质疑，在目前的局势下，作为总统的泽连斯基离开乌克兰可能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为期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于当地时间周日结束。
外界注意到，俄罗斯早前表示不会派代表团出席此次论坛，这是自1999年以来俄官方首次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呢，应该说在1999年北约启动东扩就开始朝着一个负面的一个方向发展了。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对抗的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双方关系是急转直下的。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除了聚焦乌克兰局势，还将主题定为西方社会摆脱无助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说，近年来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地缘政治分歧加剧，大国间的紧张关系蔓延到其他国家。他呼吁各方应特别注重言辞，各方应旨在缓和而非加剧紧张局势。各方对于这个安全的认知是不一致的，就是欧洲的安全秩序应该如何的构建。那么欧洲国家，包括老欧洲国家、新欧洲国家，他们在欧洲安全秩序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美国和欧洲之间，俄罗斯与欧洲之间，乌克兰与欧洲之间，实际上包括欧洲自己内部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有不同的这个认识，这是导致欧洲这目前的一个无助感或者困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慕安会，并发表主旨讲话。王毅强调，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因为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体现的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也是中方一贯秉持的原则立场，对乌克兰也不例外。如果有人在此问题上质疑中方的态度，那就是别有用心的炒作，也是对中方立场的歪曲。If there is a persistent easternwards expansion, will that really guarantee peace in Europe? Will that truly lead to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urope? 出人意料的是，在俄乌争端持续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来德国出席了慕安会，而且他在会上还特别追问乌克兰到底能否加入北约，请给个准信。那您怎么看乌总统的这番动作？泽连斯基此次赴会，美国总统拜登是明确反对的。按他的语境去理解，仿佛泽连斯基前脚刚出基辅，普京的大军后脚就要杀到了。你看，美国依然还在搞舆论战的那一套。在我看来，泽连斯基必须去，他打破砂锅问到底，找北约讨要一个说法，在我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我此前谈到过，乌克兰夹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已经被放了好几年的血，这是一个无比残酷的现实。泽连斯基的话说得无比直白，他说：“我们被告知北约的门是敞开着的，但到目前为止仍然不允许陌生人进入。”泽连斯基将乌克兰比作欧洲的盾牌，但不可能永远作为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我认为他这句话就差点意思了。就算乌克兰加入北约了，那也依然是作为缓冲地带，甚至更为惨烈，会是两大军事集团长期军事对垒的焦土区。在我看来，泽连斯基这句诘问还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请北约的各位向我证明普京的话是错的。因为这些年来，莫斯科一直在告诫基辅方面，没有人在欧洲等待你们的加入，而我却认为普京说的恰恰是对的。某种意义上看，说苏联解体是冷战结束的标志，这句话是不准确的。冷战虽然结束了，但北约并未解散。北约东扩的本质既有压缩俄罗斯海权、陆权的战略考量，更有确保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老大哥俄罗斯彻底反目、没有退路的险恶用心。从这个意义上看，北约东扩实际上依然是冷战的延续。北约根本不在乎乌克兰人民的生死，因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坐标系里，乌克兰身上有永远也洗不掉的苏联印记。将举国之运系于美西方的口头保护之下，这是一种多么幼稚的幻想啊！好，谢谢吴伟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